叫杨淑凡，今年29岁，现在职业是中文老师，在大学的语言中心教外国学生华文。那就是现在工作方面还算稳定。那不过现在今年会有一种压力，觉得29岁差1年就要30岁，然后30岁的时候希望能够定下人生的方向，所以希望30岁在做的工作是可以一生做下去的工作，所以我还不是很确定那个中文老师是不是我一生都要做下去的工作，所以今年真的是一个焦虑的1年。我们家庭4个人，那其实算是很普通平凡的台湾家庭。那个年代应该是正好2个恰恰好的口号，所以他们就生了2个女儿。那爸爸妈妈一直都住在一起。那虽然说在我们小时候，他们也一直忙于工作，后来可能2个人的兴趣完全不同，所以他们的确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一直都不太合，但是又有那种离婚是不好的那种观念，所以他们大概不会想要离婚。那那父母亲的就是这个相处的状况，会不会影响你对婚姻的看法？虽然说你现在还没有打算要步入婚姻，但是对于会不会有影响？对，多少会有影响吧。因为我是觉得我听到他们年轻的故事，是好像那时候他们在刚认识不久，我爸在台大读研究所，我妈那时候就护士，那时候还算蛮年轻。然后那时候他们刚刚交往，好像家人还有一点反对，我不太清楚。对，有可能本省籍跟外省籍不同的家庭。然后本来还没有想到要结婚，他们只是刚刚开始交往吧。那可是那时候好像因为我妈的父亲因为癌症过世了，结果就在那个年代好像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说，长辈过世的时候要在100日内结婚，这样子可以冲喜。那如果100日内不结的话，就要等3年。所以他们那时候可能应该热恋中吧，所以就想要赶快结婚，他们就很急的结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要是那个时候他们等了3年，他们可能就不会结婚，不会结婚就没有我。对，所以我想的那个影响是，可能结婚是要多考虑一下，就是说，对啊，如果说我很冲动的说对我很爱这个人，然后我现在就要结婚了，那也许之后还是会想要离婚吧。所以妈妈也会跟你说，就是要慎重考虑这样子。对，我妈她一直跟我说，结婚是人生大事啊，要慎重的考虑啊。那最好是能够一结就维持一辈子的啊。对，因为她可能觉得我是那种会很冲动，然后没有多想、不经大脑的人，所以她才会跟我这样说。然后她会说，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，当然她比较实际，就是一方面，经济上要有基础啊，一方面个性上要忠厚老实，对你好啊。对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的话，那还不如不要结。他会跟我说，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有一对好朋友，他们女生是秘鲁人，男生是墨西哥人，他们都很嬉皮，人类学家式的嬉皮。他们读人类学大学，女生是个光头，然后这边还有彩色刺青，印第安式的那种图腾。那他们就很酷这样子，男生是个大胡子，然后很酷的就是我到那边认识了他们大概半年以后，那个女生有一天突然在咖啡店里面哭得很惨，
然后那时候她说她要跟男朋友分手了，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啊，他是不是对你不好啊？还是就一直安慰他嘛？然后说如果他真的有混蛋的话，你就跟他分手嘛，没关系，还有更好。可是他那时候一直哭，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那时候他没有讲的是他已经有小孩了，然后可是他们那时候还在那个吵分手，所以他很彷徨焦虑。不过后来看得出来，他自己决定把他生下来了。那后来可能男朋友也因为小孩的关系，就变得更有责任感，然后他也就跟他一起住，当然一起照顾小孩。然后那个男的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，但是知道有小孩以后，他就去找了一份那个国家什么电力公司的那种公务员式的工作，也变得看不出来这个大胡子居然愿意忍受这样的工作，为了小孩，所以就是为了小孩就没有分手，然后又住在一起。而且看起来真的蛮互相扶持，蛮稳定的。我觉得他们的选择不错吧。不过那个，我觉得结婚应该就是不要说的那么冷酷，只是一个法律手续条约。那个应该是一种稳定的支持力量，而且不管是对两个人跟对他们周遭的朋友，都是一种很给人希望的感觉，就是这世界还是可以好好维持下去的。